這兩台手機是華為今年的新旗艦 Mate 80 Pro 和 Mate 80 Pro Max。作为年底的压轴產品啊，這次的 Mate 80系列也用上了全新一代自研 SoC 麒麟9030和麒麟9030 Pro。哎，沒錯啊，這個滿血型號還加上了 Pro 的後綴，有點意外啊。更讓人意外的是，時隔多年，華為終於又在關於本機的頁面上，還有官方網站上呢，標明處理器的型號了。這就讓我更加好奇，這個9030 Pro 到底是何方神聖了。所以這一次啊，為了測試9030 Pro 呢，我們也是火力全開啊，用出了9牛2虎之力，從移植開發鴻蒙原生測像到深度分析硬件架構，希望大家也能夠多多點讚支持我們。那經歷了非常艱辛、非常漫長的這個深度評測之後呢，我可以告訴大家，就是這一次的新麒麟呢，確實有進步啊。但是驚喜的呢，不只有處理器的硬件啊，還有 Mate 80 Pro 系列在實際應用裡的表現，是遠遠超過了它芯片規格應有的能力啊。那這個到底發生了什麼呢？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今天就來好好解析一下搭載了麒麟9030兄弟的華為 Mate 80 Pro 系列吧。華為這一次推出的 Mate 新品啊，全家一共有5款機型。標準杯的 Mate 80搭載的是上一代的麒麟9020 ，Mate 80 Pro 則是分為了12G 內存和16G 內存的版本，前者搭載了麒麟9030，後者搭載9030 Pro。至於超大杯的 Mate 80 Pro Max 以及 Mate 80非凡大師啊，還有折疊屏的 Mate X7啊，則是全系搭載了9030 Pro 的。這個9030和9030 Pro 它倆有啥區別呢？主要就是規格上的區別。兩位9030兄弟用的是同一種帶，大小上是略高於前代的9020。我們估算下來，它大約有150億晶體管，和 A15和8進2的規模比較的接近。滿血的9030 Pro 擁有一顆 2.75G 的超大核，4顆 2.27G 的大核和4顆 1.72G 的小核，9核 CPU 啊。得益於新的工藝製程帶來的密度提升，9030 Pro 能夠在差不多面積裡比9020多塞一顆大核。由於5顆大核均支持超線程，所以9030 Pro 其實是9核14線程的，是不是感覺還挺奇妙的呢？它的 GPU 是6核的馬良935，而殘血的9030啊，就是在9030 Pro 的基礎上屏蔽一顆 CPU 大核，做成了1+3+4的8核12線程 CPU， 稍微降低一點超大核的頻率，再屏蔽一顆 GPU 核心，變成5核的馬良935A。你看，同樣是做兄弟芯片，蘋果那邊出於走量降本的目的呢，它這個 A19相比 A19 Pro 就完全不是一個東西，它是面積更小的芯片。而華為這一邊做這個9030啊，更多是出於良率上的考慮。同一顆芯片，體質差一點的呢，屏蔽加降頻做成9030，好一點的就做成滿血的9030 Pro， 這個做法還是很不一樣的。具體到每個 CPU 內核的架構上啊，麒麟這一代大核跟小核都沒有太多架構上的變化，主要是超大核做了微調。它超大核的寄存器深度、亂序執行窗口規格都有改進，但是 CPU 整體依然是延續了前代9020的架構設計。緩存上啊，新的超大核 L2 緩存翻倍了，給到了2兆的緩存。5顆大核共享的 L3 也從前代的10兆升級到了12兆 ，SLC 緩存也從8兆提升到了12兆。光看架構，感覺提升有限啊，是吧？那我們就別多廢話了，直接測一下能效看看啊。說實話，在鴻蒙系統下，想要測出 CPU 的理論性能，可是一點也不簡單啊。畢竟沒有現成的跑分軟件，所以我們這一次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專門為鴻蒙系統移植了原生的 Spec CPU 2017測試。我們也用了 SPDaemon 這個組件的 Lockfreak 命令啊，拉滿了它這個最高頻率，測出了 CPU 的最高性能。對於非開發者來說啊，也可以用老版本的 HiSmart Perf 自帶的這個高性能模式實現滿血的性能啊。同時，我們也測了默認和省電檔位下的功耗。來看一下9030 Pro 的這一顆超大核的實際表現啊。先來看看整數能效，這是麒麟9000S 的超大核，這是9010的啊，這個是9020的，而這個是9030 Pro 的超大核。那一路過來，麒麟的超大核基本就是每代穩步提升啊。這一代9030 Pro 的超大核從中低頻到中高頻能效都有一定的進步啊。相比9020的超大核呢，整數能效上確實是更強一點的。由於9030 Pro 我們只能測出4個採樣點，再往低頻走的數據沒有 root 我們就畫不了了啊。不過放眼業界，對比友商來說，9030 Pro 這顆超大核的性能基本就等於驍龍8+的 Core
Cortex X2超大核，能效上讲还是没有打过8加这顆 X2，虽然已經非常接近了，尤其是中低頻能效啊。再來看一下浮點部分，它的浮點表現也是類似，這一代的浮點進步確實是更大和8加上用的 X2，還有8進2的 X3，在中頻段上的能效是會更加的接近啊。那有的同學好奇，它和現在當代旗艦的超大核差距到底有多大？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大核的架構沒有大幅變化，但我們測出來大核的能效依然是有進步的。這個提升應該就來源於工藝製程了。雖然它這個單核改進不大，但是9030 Pro 的核心數量畢竟變多了，那多核能效一定是有進步的，對吧？那是肯定的。但是鴻蒙上要怎麼去測出多核能效來呢？我們移植的原生 spec 也可以跑多核，但是那個是給服務器設計的對於手機來說，這個負載有點太逆天了，內存也不夠用所以我們一開始呢是打算在卓一通下跑分的因為通過抓數據的研究發現卓一通其實並沒有多少轉譯損耗，只是調度策略相對保守，所以才跑不出最高的這個性能。這個問題在使用 HiSmart Perf 的高性能模式後就可以解決了。但是卓一通下的 GB6 有 bug， 轉譯之後軟件只能讀到你有9個 CPU， 它不知道有超線程，所以呢，總共就只開了9個線程。至於14個線程的 CPU 上用哪9個線程跑的，那是完全由鴻蒙系統決定的。有的時候會調不上超線程，有的時候會調不上小核，這個都不確定所以呢，對於 CPU 多核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正在我們發愁要怎麼辦的時候，華為是在海外發布了搭載 EMUI 的 Mate X7 和 Mate 80 Pro 國際版，我們趕緊就買回來測了一下。同樣用老版本的 HiSmart Perf 激活高性能模式，結合均衡省電等多個檔位，終於是測出了9030 Pro CPU 的中高頻下的多核能效曲線啊！哇，這一次測試真的不容易啊！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點讚、收藏、轉發，支持我們吧。先來看 GB6 的單核，2.75 GHz 的9030 Pro 超大核跑出了1866分，頻率稍低的9030呢是可以跑出1808分，確實相當於驍龍8加的水平。相比9020的超大核也強了有2位數算是小有進步了。雖然和最新的旗艦平台差了快1倍，但是相比8進2還有8進3這些呢，倒是離得不遠。再來看看多核能效，這個是8加的多核能效曲線，這個是8進2的，而這個是8進3的。那麼大家猜一猜9030 Pro 的 CPU 多核能效到底有多強呢？我們測出來它落在了這個位置，8進2和8進3之間啊。儘管我們沒法測到低頻的數據，但從趨勢上看，9030 Pro 的 CPU 應該是全程強於8進2的水平，中低頻能效甚至會更接近8進3。和前代9020只有接近8加的多核能效比起來，9030 Pro 的這個 CPU 多核確實是強出一個次元了。工藝升級加上多塞一個大核，真的就是力大非專啊！包括我們也在鴻蒙的卓一通下測了普通版8核9030的 CPU 能效，都在線程調用受限的情況下，普通版的9030 CPU 多核也是顯著強於9020的。作為參考，目前最新的旗艦平台815多核能效大概是在這個位置，不知道今年麒麟的這個 CPU 表現有沒有達到各位的預期呢？如果說9030兄弟的 CPU 部分只是小有進步的話，它這一顆 GPU 就非常的離譜了。這一次的 GPU 名字叫馬良935，相比前代的馬良920，已經不是同一個架構了，規格上也有質的變化。Pro 的滿血馬良935擁有6組 CPU。9030的殘血馬良935A 也有5組 CPU， 比上代馬良920的4組 CPU 更多的同時，每個 CPU 也比原來大得多了。最終結果就是馬良935的 ALU 單元數量相比前代直接翻了倍啊，這也就帶來了巨大的吞吐量提升啊。再加上頻率和架構的雙重進步，我們測出它的算力，尤其是 FP32單精度算力，比前代提升了超過200%啊！考慮到這是相隔1年的產品，這個幅度太誇張了。雖然規格大了這麼多，但是得益於工藝密度的提升，9030 Pro 的 GPU 所佔面積呢，也就比9020大了11%。那麼這顆 GPU 的實際圖形性能強了多少呢？
那我們跑了一下 3D Mark 的 Still Nomad Lite， 那看過我們去年評測的觀眾應該都記得啊，麒麟9020這一顆 GPU 確實是不夠看啊 ，SNL 才跑550多分，相比之下9030系列的 GPU 簡直是堪稱飛躍啊！哪怕是普通版9030的 GPU 啊，都能夠跑出850分以上，強了54%啊。9030 Pro 的 GPU 則是能夠跑到976分，比起9020強了76%啊！這個代際進步真的是很大了。那 GPU 的能效上啊，我們實測曲線9030 Pro 也是和驍龍8加的 GPU 能效曲線比較接近的，比驍龍891要稍強一些啊。儘管 GPU 還是在努力追趕的路上吧，但是相比9020那個888水平的 GPU 啊，這一次的 GPU 能效迭代也算是比較大的了。我觉得客觀一點評價就是華為這一次的 GPU 終於沒有再拖它這顆 CPU 的後腿了。不過意外的是啊，6核 GPU 的9030 Pro 跟5核的9030這倆 GPU 的能效居然沒有差多少，看來和蘋果那邊一樣，瓶頸已經不在 GPU 的規模上了。最後，同樣也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GPU 和當代旗艦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除了 CPU、GPU 以外，9030 Pro 的 NPU 也有很大的改进，從上一代一大一小的雙 NPU 升級為了一大兩小的3 NPU， 並且 NPU 的架構也做了迭代，更強的 NPU 應該會對小藝的端側 AI 能力有所幫助。ISP 部分也升級到了 9.0 方案 ，ISP 內的微處理器啊從單核升級到了雙核 ，ISP 單元從2個加到3個，應該也能夠助力 Mate 80 Pro 的影像表現啊。那有做大了的，就一定也有做小了的。那麒麟9030 Pro 上什麼東西的面積變小了呢？就是它的巴龍基帶，基帶內部大幅瘦身，再加上工藝密度的增加，使得基带面積狂減31%，給其他 IP 讓出了寶貴的空間啊。總的來說啊，麒麟9030這一代 CPU 是穩步提升，而 GPU 則是大幅改進，補足了短板，再加上工藝上的迭代。其實光看到這兒啊，感覺這期視頻，對吧？又像是一個鼓勵局，認可一下進步，但僅此而已了。和最新的平台差距仍然很大。我本來也是這麼覺得的，直到我們測了鴻蒙6下的遊戲流暢度和續航的表現。目前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遊戲推出了原生鴻蒙版本，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原神》。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原神》好了。在今天的鴻蒙6上玩《原神》啊，遊戲是會默認啟用插帧的，但是啊，你可以在進遊戲的時候跳出的這個遊戲助手裡，開啟高性能模式裡的標準，來完全關閉插帧。如果你不開高性能呢，就是30x60的插帧；如果是開高性能裡的這個智能穩帧，就是45x60啊。那我們這次就完全關閉插帧來測啊，這個跑出來就可以和安卓做性能上的對比了啊。然後就是分辨率了。Mate 80系列玩《原神》的分辨率，我們數毛數下來是專門根据機型定制過的，並不是安卓上那種按檔位完全固定的。大屏的 Mate 80 Pro Max 極高精度是 804P， 介於安卓高的 720P 和極高的 864P 之間。小一點的 Mate 80 Pro 呢，則是極高 782P 啊。那為了公平起見啊，我們對比的機型啊，就是高和極高兩檔分辨率都會來測一下。那在公布它的性能之前，你先來猜一下看看啊，這9030 Pro 的遊戲能效可以接近誰的水平呢？8 Plus 還是8進2還是8進3？那這個是8 Plus 機型的能效，面對今年拉高過分辨率的原神，它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啊。這個是8進2機型的能效，考慮到9030 Pro 的 CPU 多核比較接近8進2，這個應該是猜的人最多的吧。然後啊，這個是8進3機型的能效，那這個級別玩原神就能夠滿足全程6帧了。感覺這個目標對於麒麟來說有點難度啊。那麼9030 Pro 到底跑原神是什麼水平呢？來，我們揭曉答案。當当当當，它居然完完全全幹掉了8進3。Mate 80 Pro Max 玩原神的時候是可以做到全程60帧滿帧的同時，整機功耗只有4.9瓦。它这個804P 的功耗，哪怕和8進3在720P 下跑出了6瓦比，都是明顯更低的。好啊，能打贏8進3了，有點東西啊！那我們再來換一個對手，它能夠打贏8 Elite 機型嗎？你還別說，這能效上還真就差得不算太遠啊。同為60帧，應該是差到0.7瓦左右的整機功耗，以及它的這個1%low帧還是會比專精於遊戲的8億機型要低一些。那我覺得這個已經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啊。包括如果你拿815的最新旗艦出來，由於815這一代擠壓高，實際上原神裡也並沒有比8強太多啊。所以單論原神這個遊戲呢，我覺得麒麟9030 Pro 甚至算是勉強跟上了大部隊的，是不是遠超大家預期呢？
那普通版的9030表現怎麼樣呢？我們也測了12G 的 Mate 80 Pro， 這個機器的調度策略似乎是會更保守一些啊，原神就沒法全程跑滿60帧啊，從17分鐘開始鎖50帧運行，好在能效還是非常不錯的，整機只有不到4.6瓦。和上一代的麒麟9020放在一起比較的話呢 ，Mate 70 Pro 鸿蒙版原神的表現也很不錯，但還是離滿帧差一口氣。相比之下，至少 Mate 80 Pro Max 是確實能夠做到全程滿帧，且功耗也不高的。那如此低的功耗帶來最大的優勢就是非常好看的机身溫度。Mate 80 Pro 和 Mate 80 Pro Max 玩30分鐘全特效的原神，最高可温是控制在了42.1度和41.7度啊，这個也是安卓這一邊8億機型才能做到的水準了。那你就不好奇為啥華為這一次的原神能效這麼好嗎？最大的功臣是誰呢？是9030的架構嗎？還是它的製程呢？啊，其實都不是，我覺得是芯片和軟件協同的功勞啊。這個鴻蒙原生版的原神啊，其實優化掉了很多安卓版留下來的屎善，這讓軟件本身的運行效率就高了很多。在這個基礎上，還有和華為的聯調啊，以及芯片底層對於圖形驅動開銷的優化。比如啊，我們把一個 App 的包名改成某個遊戲之後呢，驅動層是會直接崩潰，無法運行的。日志上面顯示識別到了某某遊戲，改包名會崩潰，就意味着它並不是簡單的白名單制調頻，而是針對每個遊戲的行為，在驅動層裡就做了優化，識別到這個遊戲就會去走某種代碼路徑，做到更精簡的實現。相當於別人是閉卷考試，而他已經提前摸過答案了，那抄答案就完事了嘛。這個其實和老黃在 Game Ready 顯卡驅動裡幹的事兒是差不多的。我們對比了一下同為麒麟9020芯片的 Mate 70 Pro 玩安卓版和鴻蒙版的原神的性能啊，兩邊的畫質我們也仔細對比過啊，差別非常的小。鴻蒙版本在平均帧差不多的情況下，不僅帧率穩定性遠高於安卓版，功耗更是暴降了一大截，從7.1瓦直接降到了只有5瓦。兩邊的體驗差距幾乎能夠差出2代手機了。應該說，操作系統、芯片和遊戲三者之間的耦合是比以往做得更好了。常看我們視頻的同學應該也知道啊，像 iPhone 的遊戲能效往往能夠打贏芯片理論表現差不多的安卓機型，其實主要也是歸功於開發者對於 iOS 軟件更用心的優化。那像鴻蒙6這邊，它的性能技術更低，軟件的優化影響只會更明顯。華為一直在給我們強調方舟引擎的軟硬星雲的協同呢，其實就是體現在這兒的，這就是自研芯片、自研系統加上全新生態帶來的好處啦。如果你覺得原神只是個例，不妨再來看一下王者榮耀好了，這個甚至比原神還要離譜啊！在120幀極致設定下，搭載9030 Pro 的 Mate 80 Pro Max 和搭載9030的 Mate 80 Pro 居然都跑出了僅3瓦的平均整機功耗，這個能效不僅明顯強於893機型，甚至和今年用着高通815和天玑9500的安卓旗艦比起來都不算差的，這是真的有點過於厲害了。由於去年的 Mate 70 Pro 只支持高清畫質開120幀，所以我們也測了一下高清畫質，看得出來9030確實也帶來了能效進步，相比9020功耗是更低的，而且9020現在鴻蒙6上跑出來的1%low幀，相比我們以前鴻蒙5上測的也更高了。感覺主要的功勞應該還是在於鴻蒙原生適配給了開發者摒除屎山，重新做好優化的機會啊。我們也測了另一款鴻蒙原生遊戲《異環》啊，在《異環》首發的時候啊，其實我們已經測試過一次了。如今更新了這麼多版本，鴻蒙的表現會有提升嗎？啊，看起來雖然沒有前2個遊戲那麼牛逼，但2台鴻蒙新機的表現仍然算是尚可的。9030 Pro 的 Mate 80 Pro Max 以43的平均帧率打平893機型的同時，功耗是要稍高一些的。我們覺得在異環裡，它的能效是介於802到803之間的，而且和異環首發的時候比呢，現在的 Pro Max 的性能釋放似乎是更猛了，功耗高了，帧率也高了。倒是 Mate 80 Pro 似乎又是遇到了比較慫的調度策略，性能要比 Pro Max 差不少，但與此同時功耗也低了不少。它這一顆9030的能效基本等於802。我們也測了海外版的 Mate 80 Pro， 鴻蒙版確實功耗上要比 EMUI 稍低一些，但沒有像原神裡那麼立竿見影吧。好在啊，前不久的 HTC 上已經宣布了，接下來的異環版本更新之後啊，現有的華為手機升級到鴻蒙7後玩異環呢，是會有更好的表現的。可以期待一下鴻蒙7正式版的到來啊。
在首发原生適配鸿蒙的游戲裡，我们注意到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就是暗區突圍啊，因為它是少數支持光線追蹤的手遊。而麒麟9030 Pro 的這一顆馬良935的 GPU 呢，也是確實首次加入了對光追的支持。雖然我們一直覺得手遊聊光追還有點為時過早了啊，但看了一下暗區突圍是一個非常偏重 GPU 的負載，正好就可以作為一個特例吧，看看9030 Pro 在這種 GPU 重載場景表現怎麼樣。哪怕在不開光追的情況下，那這個遊戲 1080P 全特效壓力也還是不小啊。前面這一段為了頂滿120幀呢 ，Mate 80 Pro Max 大概是用了5.5瓦的整機功耗，玩了10幾分鐘後呢，開始鎖到60幀，溫控還是比較保守的。作為對比，我們測的8進3機型跑同樣的畫質，10幾分鐘後是會過熱閃退，但在此之前也是全程120滿帧的，功耗是7.3瓦，而8進2機型要跑高帧率就要付出8瓦以上的功耗了。應該說9030 Pro 在暗區突圍裡的這個能效依然是明顯比8進3強的，只是調教上還有一點保守。在開啟了光追之後呢，為了方便對比，我們這裡跑了720P 60幀，那麼 Mate 80 Pro Max 跑滿60幀是僅需3.8瓦的整機功耗，這個能效也是要比5.8瓦的8進3機型好不少的。看完了原生鴻蒙的遊戲表現，相信也有同學好奇啊，那些還沒適配鴻蒙的遊戲，用卓一通玩安卓版是個什麼效率呢？我們也跑了一下崩壞星穹鐵道，果然沒有原生鴻蒙版本的話呢，跑安卓上的這種超大型遊戲還是有點吃力的。崩鐵非常高特效，玩起來就20幾幀的樣子啊，即便降到最低畫質，也只是不到40幀，湊合能玩，滿足一下掛機的需求啊。反而另外一款優化更好的遊戲《明日方舟中末地》，我們實測在卓一通裡的表現還算可以啊。9030 Pro 哪怕是極高預設下，也能夠跑一個30幀左右。平時稍微降點畫質，做日常，這個流暢度還算是可以接受的。我覺得看完了這個遊戲測試啊，被原生鴻蒙軟件的能效驚豔到的同學應該不在少數吧？這9030平台是如何通過軟件瘦身加系統優化，就能跑出遠超於它芯片規格的這種表現呢？這太難以置信了。但我告訴你啊，這種性能驚喜還不僅僅體現在遊戲裡。如果你用這台機器一段時間，用一下各種鴻蒙原生應用啊，你就會發現啊，它的系統流暢度和軟件流暢度都要比安卓端的一些配置遠高於它的機器來得更流暢啊。比如我舉個例子，像我們平時辦公用的飛書，如果我們打開一個數據量很大、含很多圖片的複雜表格，滑動瀏覽一下，那這個是 iPhone 上的體驗，你會感覺到穩定的掉幀，而這個是安卓旗艦機的體驗。不僅加載圖片的速度更慢，而且滑動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不穩定的掉幀啊，它是不跟手，時不時卡頓的，這個比 iPhone 還要糟糕。而這個是 Mate 80 Pro Max 上的飛書表格，是不是感覺確實要比安卓更流暢呢？掉幀明顯少了很多啊，有點神奇吧？啊，我來告訴你發生了什麼。就是安卓版呢，它不僅軟件本身就要更臃腫，更要命的是啊，手機廠商很多是通過白名單制調頻來限制 App 性能的，這是非常一刀切的策略。我就定了你這個 App 跑1G 赫茲，你就只能跑1G 赫茲，你處理器的性能再強，那也是3G 赫茲跑出來的，和我系統限你這個 App 跑1G 赫茲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安卓旗艦是空有一身性能，但手機廠商為了發熱續航，就一刀切不讓你用，自然你就覺得卡了。而鴻蒙這邊有更細、更智能的調度去配合9030芯片啊。與此同時呢，因為原生應用也沒有安卓版歷史遺留的那些屎山，基於更高效的開發框架，所以本來的性能需求就低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啊，如果你的應用太卡的話，華為是根本就不會讓你上架鴻蒙應用商店的。這個就是在倒逼開發者去做好優化工作。這件事情在安卓上你就根本想象不出來，就安卓那個放養程度，手機廠商都得管 App 廠商叫爹呢，哪還能推動他們去做好優化了呢？對吧？除了流暢度之外，我相信大家可能還有一個很關心的點，就是續航。實話說啊，我對於 Mate 80系列還是有點擔心的。畢竟 Mate 80 Pro 是5750毫安時的電池，而大一圈的 Mate 80 Pro Max 則是6000毫安時的電池。在今年一眾旗艦機裡，這個容量只比 iPhone 17 Pro Max 大啊，所以我們今天也首次拿出了全新的極客灣 5G 續航 5.0 模型，給大家來前瞻一下。詳細的 5.0 新模型的這個講解和排行榜呢，還要等到續航大橫屏的視頻再公布。今天只是先預覽一下啊。
我们完整測了這幾台 Mate 80旗艦的5G 續航 ，Mate 80 Pro 和 Pro Max 都是堅持了8小時14分鐘，倒是標準版的這個 Mate 80的續航呢，還可以再更長一些。他們這個續航雖然在今天遍地大電池的這個旗艦手機裡並不突出，但考慮到處理器的能效也已經非常不錯了，至少能打不少上一代的旗艦機型了，也算是跟上大部隊了。不知道這樣的續航表現是不是符合大家的預期呢？其實啊，為了優化好續航，鴻蒙系統也是做了不少有意思的性能策略。比如啊，我們發現只要你的手沒觸摸屏幕 ，Mate 80 Pro Max 就不會去跑 CPU 的最高頻點，即便你給它跑一個需要單核峰值性能的程序，它也會把頻率往下降一檔。這樣一來就避免了很多短時突發場景下無意義的功耗浪費啊。因為的確在你觸摸屏幕的時候，往往才需要突發的高頻單核性能來保證交互的流暢度，這個調度還是挺聰明的。實話說，這次評測做下來，我是對我們以往的這些測試手段產生了很多焦慮的。芯片能效好，是不是應用裡的能效也會更好呢？體驗也一定更流暢呢？本來我覺得至少一定是有強相關的，對吧？但現在測完 Mate 80系列，我也不好說了。感覺我們其實一直都很難測出來這個芯片加上軟件系統優化之後帶來的這種影響，而華為這次啊，就向我們證明了自研芯片、系統和軟件的重要性啊，這個就是他們講的所謂軟硬星雲、垂直整合的含義吧。Mate 80系列已經有很好的體驗了，那如果未來做出了更強的芯片，再有更完善的鴻蒙應用生態的加持，這個體驗又會是什麼樣呢？哎，我還真是有點期待的啊。好啦，以上啊就是我們對華為 Mate 80 Pro 還有 Mate 80 Pro Max 深度評測的全部內容了。這期視頻做的我們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還請大家多多點讚支持我們，也別忘了關注我們機會這個頻道。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拜拜。